感谢各位1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那我可以坦白说，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让我们身障者呢，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生活的管道，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用每个月1杯饮料的钱呢，来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好，各位好，今天我们来教各位呢，如何做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电商的自动化流程与程式哦。这个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有商品呢，那要怎样呢，让一个好的模特呢，去展示我们的商品，或者是替换背景，像这样哈，像这个样子这样，那或者是替换背景啊，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自动化的流程呢，去搭配现在最强大的绘图编辑模型 ，Google 的这个 Nano Banana 的模型呢，去帮我们进行完成哈。那实际上呢，就是我给他照片，然后跟他说我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其他呢就交给 AI 操作，他呢帮我编辑图片以后呢，我再呢让图片动起来，就变成影片，然后呢再 po 到3大社群 Facebook、IG 跟 Trade， 然后呢这边呢你如果不要影片的话，那你可以去连接图片。好，这里就只有图文，这个是只有图文的。那这一边呢是影片的。那我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哈。现在我们传送档案，我们把这个香水梅放进来，然后呢跟他说呢，一个汉服美女拿着盆栽在古风展示区展示植物的美，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交给 AI 去做了。好，这样完整的程式呢就执行完成了哦。我们来看看哦，我们传进来的图片没有错，那它进行怎么样的编辑呢？我们来看看，不错哈，这个编辑的也很漂亮。那它进行怎样的影片编辑呢？我们来看看。好，也不错，也非常的漂亮。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脸书 IG 有没有？非常的不错哈，我们的脸书也有了哈，脸书也有了哈。那 IG 呢？我们来看有没有？很好 ，IG 也有了哈。那我们来看 Trade 有没有？很好 ，Trade 也有了哈。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程式这么强大的地方哈。你只要把你的商品图，不管香水、香槟、雨伞、盆栽或者什么，你丢给 AI， 让 AI 去帮你编辑，然后再后置，然后再上传，你什么工作都不用做。这样，你只要给他照片就好，还有提示词。那这一边呢是上传影片的。如果你不要上传影片，那你到这里呢就可以结束了。你再把这个呢连过来，连过来。这个一个是 IG， 一个是 Trade， 然后 Code 呢连到这个 Facebook Graph API， 这里呢就是拖到这个粉丝团这样。那这样就是图文，那后面呢就是文章跟影片这样。那实际上要怎么做呢？
实际上呢，我们需要用到我们很多以前影片介绍过的知识哈。首先呢，我们这个把这个照片呢跟主题用这个 Fast Permission 这个传进来之后呢，我再传到一个 code。这个 code 呢，主要是说帮这张照片呢进行一个 file name 的随机命名，然后呢保持这个二进制的图档呢可以传过来。那我们这个图档呢就是要传到 Supabase。那 Supabase 的用法呢，我在第15集的时候有教过各位了，所以不懂的请去看15集如何使用 Supabase。这样，那我们 Supabase 这里都设定好了之后呢，就是把这个图档的网址呢给它一个名字，那这个我们的图档网址就放在这里了哈。然后这个就是 image UI 了。然后我这里有2个 AI agent， 第一个 AI agent 是叫它根据这个主题帮我写一个文案哈。那这个广告文案呢，我要贴在这个社群媒体的文案这样。那第二个 AI agent 呢，是叫它把这个我的主题呢翻译成英文，就会变成英文提示词就对了。然后呢，我会丢给这个 Google 的这个 Gemini 2.5 Flash Image， 就是这个 Nano Banana 的模型，然后它会针对我的提示词呢去进行编辑。这个 text 就是前面的英文翻译的提示词，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图档的 URL 了，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那 URL 网址，在这边都可以看到。那它现在这个呢，我们要去怎么呼叫它哈？因为呢，你在 Google Gemini API 是可以使用呼叫的，没有错，但是要付费。所以呢，我找到一个管道 ，OpenRouter。OpenRouter 呢，在我以前的影片介绍语言模型的时候有介绍过，它其实就是呢一个串接各家平台的一个网站哦。它只要你只要买它的 API， 你就可以使用各家的 API。那它也有免费的一些模型给你使用，其中一项免费的模型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其中一个模型呢，就是这个 Gemini 2.5 Flash Free 的这个模型啊。那你点 API 呢，这里呢就有教你如何去使用它的 API 了哈。那我们在 N8 呢都是使用 CURL 这个代码传送这样。那我们要怎么去使用？其实很简单哦，就是 copy， 然后呢，我现在呼叫一个 HTTP， 我们选核心节点 HTTP， 然后 import， 把这串代码贴进去，然后呢就可以使用了。然后这里就是说呢，填你自己的这个 OpenRouter 的 API key， 这个我有在这影片教过大家了。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创建账号之后呢，这里有 key， 你点进去，然后按 create API key 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哈。那你这个 create API key create 好之后呢，再把这个 image URL 给填进来，然后实际完成之后就会变这个样子。实际完成之后就会变这个样子 ，image URL， 然后提示词，这样那这个都用拉前面节点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现在给我的这个图档呢是一串程式码，这串程式码我们是不能看、不能处理的。那怎么办呢？我先用一个 add file 的这个节点呢去设定一下，就是呢我要保留它后面这一串程式码 base 64逗号后面这一串，那前面这个我不要。我只要逗号这个后面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是跟他说呢，这个程式码就是叫他切的意思。我前面都不要，我只要后面这样。然后呢，切完之后呢，我们传到这个 convert file， 把前面的输出结果这个栏位拉进来啊，就是这个拉进来拉进来就是这样。然后呢，再把输出的名称你自己看你要命名什么，我是直接预设 data。然后呢，把它从程式码转成图片，
有没有？程式码都转成图片了。那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图片呢，一样重复第一个步骤，先把这个二进制档呢，一样也是保留，然后再给它一个随机命名。这个随机命名呢，就是一样要传到 Supabase， 然后呢，再用这个也是 add file 就抓这个 image UI 了这个 image UI 了。那我们再传到这个 freepik.com 的这个网站，这个网站非常的好，它真的对这个使用者非常的佛心它每个月呢有给$5的免费 API 呼叫。那这个呢是做什么？它可以去呼叫各家的影片模型有这个海螺有这个可林有这个Seedance还有这个Wong 2.2好，那你要生图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呢就可以用它的这个给我们的每个月额度呢，去使用这个图生影片，这样。那要怎么使用呢？就我以海螺为例我现在用海螺 768P， 这里呢一样，我们也是复制一个 copy， 这个 CURL 它都已经帮你写好了那我们也是一样呼叫一个核心节点，我们也是一样呼叫一个核心节点。那我们也是 import CURL。好 ，import 进来，这里就是填你的 API key。那这一边呢就重要了，这个 webhook 呢，我们要填什么？我们要填的就是我们自己伺服器的 webhook。这里这个就是我自己的 webhook， 所以我就是把这里按一下复制，然后呢，把它贴过来，这样。那实际上呢就是这样操作，好，那然后呢，我们现在呢，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我真正操作怎么操作，一样 key 填进来，然后呢，这里呢就是我的 webhook， 那 prompt 呢就是我们 AI Agent 1的英文翻译就是我的主题了那我这个 image URL 呢，就是在这个 add file 这个4这里image URL 在 add file 4这样。那这个 duration 的意思呢，是指6秒的意思，它给我6秒这样那这个 API key 在哪里呢？你账号创好之后呢，这里有 API setting， 这里就有你的 API key 了，你要复制就可以了，按 copy 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里都完成之后呢，它就会执行，执行之后呢，它有这个任务的 ID 跟这个状态会输出。那状态呢，它有4个分类。状态呢，其实有4个分类一开始是 create， created， 然后后面呢就是 in progress 执行中，跟 complete 跟 file 跟这个 failed。好，那呢我后面呢就是加一个抓它的任务，一样我们要不停的，我们要用第二个 get 这个 list 这个任务我们要不停的去侦测它的状态，去抓它，然后一样也是用 import， 一模一样都是用 import， 这样然后你贴进来 import CURL 就可以了。那主要是后面这里呢，要把 task ID 给拉进来，你要把它拉进来，你要这样拉进来，那这样呢，它就会抓它目前的状态。那要注意我这是第16次才有抓到 complete它中间呢都是执行之后 in progress 那这个 in progress 呢，我这里呢就是加这个 switch， 让它4个判断式都写下去。只有在 complete 的状态才会走第一条路，那其他路呢，它会走一个 delay code， 跟一个 import， 跟一个这个输出输出到那里跟你说呢，失败，执行失败。这个 fail 的呢，就是条件3的时候跟你说执行失败。那在
条件 create 跟 in progress 的时候呢，它会不停的去跑这个 delay 的 code， 就是等待10秒再抓一次，等待10秒再抓一次，这样我这个 code 就等待10秒。你不能抓太快，抓太快会坏掉哦。那我是用10秒。那这样呢，它就是跑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跑了15次啊哈，它跑了15次，也就是等待了150秒，2分半钟了哈。然后呢，它才真的 complete， 才会送到后面这个 HTTP request。那送到这里是要做什么呢？因为Facebook 的节点呢，它接受二进制的档案，这里接受二进制的档案，所以呢，它这个是它的输出是一个影片网址，你可以进去看哦。这个网址是可以进去看的，你的影片就是在这个网址。你的影片就是在这个网址。那它输出是一个网址，不是二进制档案。那我们把它抓下来 ，get， 然后 URL 拉过来，把它转成一个二进制档案，在你的伺服器呢转成二进制档案，然后再传到 Facebook 的节点。那我们 Facebook 以前在第15集跟第8集都有教过大家怎么生成这个图文并茂的使用方法。那这里呢，就是顺便教大家如何呢去生产这个 video 的贴文，就是把 image 呢改成 video， 然后 description 的描述呢一样，我们就是用 AI Agent 最前面的 AI Agent 这个广告，这样，那它这样呢就可以完整的刊登出去了。那刊登出去以后呢，我这里呢是在抓这篇文章的这个编号了，就是它的 URL 就对了，然后再送到 Line 我自己的 Line， 跟我通知已经做好了，在这里，跟我通知已经做好了在这里，这样。那后面呢就是 IG 跟 Trade， 那 IG 跟 Trade 就比较特别一点了。我们一样也是做一个 container， 这个我们在第15集都讲过了。然后呢，主要就是改这些参数，把 image 改成 reels， 这样。那这些我们就是抓前面的这个 video URL， 我们刚刚前面这个 HTTP 这个 switch 这里有输出这个 video URL， 我们就把它拉过来。那这个 caption 呢？就是一样，也是抓 AI Agent 的描述。那我们再一样传到这个 get 这里这一串呢，你就是 IG 的这个 API 呼叫加你自己 IG 的 access token， 不停的去抓它的状态，这样抓它目前的状态，抓前一个节点 IG container 的状态就对了。那直到这个 container 的状态呢是 finish， 那它才会真的帮你刊登出去 media publish， 我们要呼叫这一串 URL， 这样才会真的刊登出去。那这里呢，我们就是一样，它这个容器因为是影片，所以建立都要时间。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做一个 delay 节点，然后这个我都用10秒了，所以你看它一个容器建立就等了60秒，这样。那这个呢，就是影片比图片困难的地方了。很多人都以为跟图片一样可以直接容器建立，直接刊登出去，其实不是。它呢是也是要一个等待的过程，你必须等待到它呢已经是完成的状态，那你才可以刊登出去。这个 if 呢就是抓这个状态已经 finish 了。你才可以刊登出去这样。那 Trade 呢一样 ，Trade 跟 IG 是一样，就是 media type 你 image 改 video， 然后呢，它一样也是送到一个它这个 URL 这个它会去抓这个 JSON ID，
就这个容器的 ID， 然后呢，去输入你自己的 access token， 然后它就不停的去侦测状态，直到这个状态呢 finish 了之后呢，它再送到这个 if 节点去判断，完成通过再刊登出去，然后一样都是 trace publish。IG 是 media publish，trace 是 trace publish， 这样那一样你就是自己的 ID， 这样这样一样你就是这里要改成自己的 ID， 这样，这就是已经是最强大、最完美了但实际上有更强大、更进阶的应用，就是呢，我把商品图呢。跟提示词呢都写在一个 Excel 表，或者是放在 Google 硬碟，让他每天自己去抓了，这样，那你自己就丢到 Google 硬碟还是 Excel 表，他自己每天去抓看有没有任务，有任务那他就帮你做，然后帮你po，没有任务就算了，这样，这是更加自动化的应用，这样，那这一边呢就是直接po图在粉丝团跟 IG 跟 Trade 这样，那这个我就直接给各位看结果就好了啦，其实是一样的啦。我就直接给各位看结果就好，就是这样了这里都有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里都有，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好，这就是已经是最强大的程式了，应该是我目前看过最主流、最强大、最自动化的程式了。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谢谢各位。